你好，我是 Alex 阿力。那么经历过一轮牛市的朋友都会知道，那每一次狂暴大牛市啊，总是从这个比特币最开始领涨开始啊，那然后是板块轮动到以太坊或者是其他的公链，那之后呢才是狗狗币这样的秘密币，那最后才是一些非常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新的币种。那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情景呢？那么根据这种情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配置自己的这个资产？那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呢，好好的聊一下。那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以太坊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这个比特币涨得多呢？那到底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呢？那持有以太坊的人呢，要不要换仓？要不要卖掉以太坊？那以太坊下一轮牛市还有没有机会呢？那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视频详细的聊到。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那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的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和微信呢都有会员群。那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那如果你想在下个牛市资产涨5到10倍，那如果你是币圈小白，不知道怎么入场，或者是你是币圈老韭菜而不知道怎么配置自己的资产，都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力哥的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那我们都注意到了，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比特币以及比特币上的铭文的代币都跟发了疯的一样上涨。那比特币已经涨到了 Terra Luna崩盘前的这个价格，但是呢，对比以太坊就是非常的不景气。那我们用一个指标呢就能看清楚啊。那这个指标呢就是以太坊和这个 BTC 总市值的一个比率。那目前这个数值呢是 0.052，2021年大牛市的时候呢，这个值呢是 0.08。那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数值呢确实走低很多。那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以太坊的投资者呢沮丧不已。那我不止一次在推特上看到有人公开说要换仓了，要换掉以太坊，那改投其他的公链。那这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啊，是对以太坊失望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太坊上面有几个问题呢，被这个所有的投资者所诟病，那也就是开发成本太高，缺乏创新。那开发成本高呢，也就是高昂的这个 gas fee。但是呢，我觉得这不能当做一个不涨的理由啊。那我个人认为以太坊最近不涨，可能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利益争斗在内啊。那自从这个以太坊的 POW 转 POS 之后，确实呢是伤害了一大批的这个矿工的利益啊，所以后面才有了以太坊硬分叉。但是事实证明，所有的这种硬分叉都没有活下来。那紧接着这个比特币铭文它就出来了，非常巧合的是呢，这个比特币的铭文呢，很明显几乎全部都是华语社区为主要推动力的。那之前以太坊硬分叉的力量呢，也是华语社区。那这里面的这个人员呢，有多少的重合，我们是无从得知的啊。但是呢，我个人猜测啊，这里面有一点报复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啊。那以上呢，也纯属是个人的一种观点，一种猜测。但是呢，投资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啊。即便是华语社区的矿工，他都联合起来，就一定能将以太坊杀死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啊。我依然觉得，一旦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以太坊现货的 ETF 了。那到时候呢，以太坊想不涨都难。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持有大量的以太坊，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换仓，一定要拿到狂暴大牛市的时候啊，那这一轮以太坊应该会在这个1万美金附近，那峰值的时候甚至会窜到这个15000美金。所以说，即便是以目前的价格来看呢，依然是有5倍的收益。那就在今天啊，这个 SEC 将推迟这个 Invesco Galaxy 的这个以太坊现货 ETF 的做出来一个决议，新的截止日期是2024年2月6号。那 Invesco 于今年9月份向 SEC 提交了以太坊现货 ETF 的申请。那 Galaxy Digital Funds 将作为执行的代理，帮助信托购买和销售以太坊。那我们再次看一下这个 ETH BTC 这个比例呢，是在2019年小牛市的时候的数值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呢，它跌到了 0.03 附近啊。但是呢，在2021年狂暴大牛市的时候，它达到了 0.08。那如果说大牛市的时候这个数值依然是 0.08， 那参考比特币15万美元的预期呢，那以太坊呢会到12000美金。那后面比率呢会不会继续增加？那也要看下个月以太坊这个坎昆升级的情况了。那关于坎昆升级呢，那我会在未来的几天呢，专门出一期节目来跟大家来讨论。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聊一下，那为什么每一次牛市启动最开始拉盘的永远都是比特币？那首先呢，这个比特币呢
是王中王啊，那加密货币的核心，那没有比特币就没有整个市场，那这个道理呢，大家应该都明白啊。其次呢，就是每次牛市启动的这个主力资金啊，它都是先从比特币开始进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往这个一滩平静的水里面扔一块石头啊，那你最先从你砸中的那个点开始呢，会出现一个一个的这个波纹。那如果熊市就是这么一滩这样的死水的话，那么牛市启动的时候啊，资金呢就是那块石头，而石头每一次都是先砸中比特币，所以说首先掀起浪花的呢一定是比特币。那这个理论呢其实也叫坎蒂隆效应。最开始的这个理论是用来解释这个通货膨胀的，但是我今天觉得用来解释这个比特币也是非常适用的。那什么叫做坎蒂隆效应呢？那坎蒂隆效应呢就是指这个货币增加呢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呢程度它不一致，那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的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形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那这被后人称作这个坎蒂隆效应。那根据坎蒂隆效应的这个理论呢，那货币和信贷供应量的变化呢，通过相对价格之变动而会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那货币增量并不会在同一时间内等量的作用于所有的价格，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在水里投下一枚石头一样，会一圈一圈的扩散。那因而呢，增量的货币呢对这个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和渠道。那增发的货币未必会有利于所有人，相反呢，这可能会伴随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啊。那先获得货币的人会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啊，从而产生这个通货膨胀。而对于这种社会上的另一部分来讲呢，那通货膨胀政策呢是对他们的一种掠夺。那于是通过经济周期过程完成了收入的再分配。那这个理论呢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晦涩难懂，但是呢我们刚刚用比特币来这个举例子呢就很容易理解了。那下一轮的牛市呢一定是资金大量进场导致的。那么资金进场，那谁有这个资金呢？那一定是大机构或者是大的这种投资者，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资金呢先往这个比特币啊往这里面先注资，然后呢比特币暴涨，那比特币暴涨之后呢让场外的资金蠢蠢欲动，而这个时候呢第一批在比特币中挣到钱的资金呢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那场外新进场的这个资金呢去接盘比特币，那我们称为这个刚刚接盘比特币的这一批资金为第二批资金。那等第二批资金缓过神来去追寻下一个暴涨目标的时候呢，第一批资金呢又开始寻找第三个目标了。那与此同时，广大的散户啊开始 FOMO 进场，那开始接盘第一、第二批资金的盘子。那等一圈下来之后，第一、第二批资金都挣到钱先后离场了，那留下来广大散户呢在高处站岗。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坎蒂隆这个效应呢，也是说这个资金再分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是先拿到钱先有钱的那一批人呢就是先会赚到钱，而最后拿到钱的人反而是被掠夺了。那我觉得这个效应呢可以让我们所有人来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你到底是第几批进场的人，你到底是挣到钱的还是被掠夺的那一批人。所以说你在一轮牛市中挣到多少钱取决于你的节奏是不是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最开始熊市的时候一定要重仓比特币的一个原因。那我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即便你在后面踏不准这个节奏，但是比特币至少能给你3倍以上的收益。那后面的节奏呢，确实是普通人很难把握的。那这也是我这个会员群服务的内容之一我们会在这个狂暴大牛的市的时候分批次逃顶来转换战场。那欢迎感兴趣的朋友通过视频下方会员缓冲群的链接进群咨询加会员的这种方式。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一定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会持续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共同进步，一起发财。Peace。